你小子眼光不错，那个姑娘。作为全片最具魅力的人物，有人说丁修毫无节操，也有人说他洒脱侠义。下面请跟着学徒的解说细细品味。靳一川肝胆欲裂，持刀杀向丁修，这是长短兵器间的对决。靳一川的兵器名为双刀飞燕，乃是一种长约 0.5 米的短兵器，入鞘后看起来像是一把短刀，拔出后可一分为二，适合贴身近战。该兵器对使用者步伐要求极高，讲求以快取胜，非常凶险。丁修所使兵器名为苗刀夜鹰，在前面已有详细讲述，乃是一种刀长超过 1.6 米的长兵器。二人同属丁门，但兵器却截然不同。靳一川左手以阴手握刀主防，右手以阳手握刀主攻，阴阳手即常说的正反握。靳一川采用搏命的打法，而丁修却显得十分轻松，仅以刀柄便轻松挡下其攻击。之后切换为心有刀法，以左手握持刀柄，右手握持刀尾不开刃处，转手为攻杀向师弟。而靳一川的防守颇为吃力，被丁修击退。随后他改变战法，通过贴地翻滚快速向丁修近身，双刀朝丁修下路猛攻。丁修始料未及，防守的极为狼狈，在假意劈出一刀后，以苗刀之地弹起，跃至靳一川身后，此处非常凶险。丁修从未见过这种招式，因为师弟的短刀受限于兵器长度，在贴身状态下往往只能取对手上路，此刻反而降低身位，贴地急行取其下路。如此近的距离下，苗刀已失去发力空间，只能疲于防守。幸而丁修实战经验丰富，以刀之地避开了双刀的正面突袭，随后抓住靳一川空档，以刀背将其挑翻在地。丁修颇有些嫉妒师傅的偏爱，随后他双手持刀摆出劈砍架势。很显然靳一川刚才那招已无法再用，因为若是在贴地突袭，其上半身将笼罩在苗刀的斩击范围内，必败无疑。靳一川没有放弃，再度攻来，而丁修直接以心有刀法朝其面门径直劈砸。在贴身之后，丁修丝毫不惧短刀的灵活与速度，直接以苗刀与其对拼。丁修的实力太强，本是长兵器的苗刀速度竟然比短而显得短刀更快。丁修失去耐心，蓄力将苗刀抡圆斩向攻来的师弟，可用的却是刀背。靳一川双刀被击飞后倒地不起，将死之际，他仍心心念念着那位姑娘。那如果师哥告诉你，师哥只是杀了他爸，就没碰过那姑娘，你开心吗？不玩了。可真要是杀了你，从今往后这世上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丁修最终还是没有动手，学徒以为丁修并非坏人，甚至可称得上本片唯一的大侠。面对赵敬忠的重金收买，他只不过是想通过加钱来稳住他，因为他如果不答应，赵敬忠必会找其他杀手对付师弟，并且丁修并非一个贪财之人，他害怕孤独，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师弟要钱，为的不过是能找个话题和师弟见面，更是为了借此刁难师弟，逼他离开锦衣卫。因为他们的师傅丁白英正是死于锦衣卫之手，并且锦衣卫不过是东厂的走狗杀人机器，随时有可能丢命。还有网友开玩笑说，丁修找师弟要钱的原因是为了帮师弟攒钱买房。再者，丁修为什么杀掉医馆大夫？学徒以为东厂耳目众多，医馆大夫或许早已被赵敬忠收买，他给靳一川开的药方动过手脚，导致其肺病越治越严重。另一方面，女儿与锦衣卫互生情愫，显然是他无法接受的。而丁修经常尾随师弟，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杀掉医馆大夫，既可以保护师弟，又能让师弟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，所以他甘愿被误解。很显然，丁修并没有伤害师弟的姑娘，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。可结局总是不如人意，赵敬忠还是留了后手。两名蒙面火枪手从屋顶窜出，靳一川为救师兄替他挡下了子弹。丁修何曾想到，这个一直被自己敲诈欺负的师弟，竟舍命救下了自己。沈炼赶到的时候，三弟的尸体早已冰冷，门口的台阶上摆放着2颗头颅，还有一个酒葫芦。沈炼要为兄弟报仇，丁修要为师弟报仇，二人一路追杀赵敬忠到了关外。丁修迎来了全片最高光的时刻，一步战旗。